你敢相信吗？作为一个连喝水都要靠邻国供给的岛国，新加坡现在居然被逼到要在自己地底下挖出一条生路。你可能不知道，目前新加坡有高达 95% 的电力完全依赖进口的天然气。那几根跨海而来的输气管道，表面上看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燃料，但实际上它们更像是一根根死死捏着新加坡战略命门的绞索。在极其复杂、暗流涌动的东南亚地缘格局里，过度依赖进口就等同于把整个国家生存的开关拱手交到了别人的手里。今天人家心情好，给你供气，明天要是翻脸了呢？整个国家的经济瞬间就会瘫痪。这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危机感，是每一个新加坡领导人夜不能寐的噩梦。但现在情况彻底变了，既然地上没有石油可以抽，也没有广袤无垠的土地去铺设漫山遍野的太阳能板，新加坡做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那就是向下看，向深不可测的地下深挖地热能。这可绝对不是随便找个温泉泡个澡那么简单，这是在寻找物理意义上的国家生存备胎。地热就在脚下，不需要进口，不需要再看任何邻国的脸色。如果地热能未来真的能占据双位数的能源比例，新加坡就能从一个地缘局势中瑟瑟发抖的被动接受者，彻底翻身，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战略掌控者。在未来东盟电网的谈判桌上，新加坡将不再是那个不得不低三下四买电的刚需客户，而是手握绝对底牌的资深大玩家。可是你肯定会问，既然要搞地热，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以前不挖？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关乎新加坡未来生死存亡的疯狂产业。大家要知道，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它并不在传统的火山带上，要在这种非火山地质构造中开发深层地热，难度简直比登天还大。但是现实的逼迫让新加坡根本没有退路。我们来看看他们面临的死局。太阳能听起来很美好，对吧？可惜新加坡国土面积实在太小了，就算把所有的屋顶都铺满太阳能板，也远远不够塞牙缝的。那风能呢？新加坡靠近赤道，常年风平浪静，风能根本指望不上。难道要靠核能？在一个连撤退腹地都没有的弹丸小国建核电站，一旦出事那就是灭顶之灾，根本没人敢冒这个险。所以所有的出路都被死死堵住了，唯独剩下了脚下这片土地。深层地热能成为了新加坡唯一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只要往下挖得足够深，地球内部的滚滚热量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且最关键的是，地热能是永恒的，它不受天气影响，不分白天黑夜，只要地球还在转，它就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这对于新加坡来说，简直就是黑暗中的一道极光。为了把这个疯狂的想法变成现实，新加坡政府和科学家们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研发。他们要在坚硬的岩层中打出一条通往能源自由的通道。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较量，更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生存之战。因为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替代能源，新加坡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将会输得一败涂地。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疯狂的产业，没错，这个产业就是当下火到发烫的 AI 和数据中心。作为整个亚太地区当之无愧的 AI 枢纽，新加坡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极其痛苦，甚至让人抓狂的悖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 AI 大模型简直就是一头头吞噬算力的超级巨兽。算力需要什么？需要海量的电力来支撑。可是，国际上极其严苛的脱碳指标，又像一道紧箍咒一样，死死卡住了新加坡能源供给的天花板。一边是嗷嗷待哺，急需庞大电力来运转的 AI 数据中心，另一边是绝对不能突破的碳排放红线。怎么办？这简直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如果继续烧天然气，碳排放超标，国际社会不答应；如果限制电力供应，那些科技巨头立马就会拍屁股走人，新加坡的 AI 枢纽地位瞬间就会崩塌。就在这个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地热能的战略价值被无限放大了。对于那些需要全天候、
100%不间断运行的数据中心来说，地热能提供了世界上最完美的24小时稳定负荷。太阳能会因为阴天而断供，风能得看老天爷的心情，但地热是永恒的稳定，这比任何昂贵、复杂的电池储能方案都要可靠10000倍。有了地热能，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全速运转，再也不用担心突然断电或者碳排放超标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解决了用电的燃眉之急，更是为新加坡在未来的 AI 争夺战中打造了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更重要的是，地热能提供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电，这可是极其珍贵的纯绿电，是通往绿色 AI 时代的超级 VIP 入场券。你看看现在的谷歌、微软、Meta 这些全球顶级的科技巨头，哪一个不是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挂在嘴边？他们都有着极其严苛，甚至近乎变态的减碳目标。谁能为他们提供绝对稳定、纯净的绿电，谁就能彻底留住这些巨头的心，把他们死死地拴在自己的战车上。在东南亚这片土地上，很多国家还在依赖高污染的煤电，或者是不稳定的传统新能源。如果新加坡一旦拥有了由地热全面支撑的数据中心，那画面简直不敢想象。在抢夺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 AI 算力主导权的这场血腥厮杀中，新加坡将直接对周边邻国实现降维打击。这就像是别人还在用冷兵器肉搏，新加坡已经掏出了激光武器。科技巨头们根本不需要犹豫，他们会疯狂地把核心数据中心、亚太总部全部搬到新加坡来，因为这里不仅有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最顶尖的人才，现在更有他们梦寐以求的无限绿色能源。到那个时候，新加坡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数据枢纽，而是真正成为了掌控亚太地区数字经济命脉的超级心脏。这种通过绿电来绑定全球科技巨头的战略布局，简直是高明到了极点。不过，你以为新加坡的野心仅仅就是满足自己用电，留住几个大企业吗？当然不是，他们的胃口大得超乎你的想象。新加坡的算盘向来打得比谁都精，他们的野心从来都不局限于这区700多平方公里的本土，而是死死瞄准了整个东南亚，甚至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前面我们说过，新加坡要在非火山地质构造中开发深层地热，难度极大，但这恰恰就是最大的机会所在。这意味着这套硬核到极致的技术将直接成为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所有同类地质城市的终极标杆。到那个时候，新加坡的身份将发生一次彻底的、颠覆性的蜕变。它会从一个资源极度贫瘠、天天看别人脸色买电的能源买家，华丽转身为深层地热技术的绝对专利持有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以后周边的邻国，不管是谁，只要想开发类似的地热资源，对不起，你可能都得乖乖地向新加坡购买技术服务、专利授权和核心设备。从花钱买资源到躺着卖技术，这才是新加坡真正的战略阳谋。他们不仅要自己实现能源自由，还要把整个东南亚的地热开发命脉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这种通过技术输出实现降维控制的手段，真的是让人拍案叫绝。新加坡正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没有资源不可怕，只要拥有最顶尖的技术，照样可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成为真正的区域霸主。新加坡早就已经做到了极致，填海造陆也几乎达到了环境承载的极限。现在，他们无路可走，只能硬生生地开始向下突围。这哪里只是在挖什么地热能源，这分明是在极其艰难地挖掘一条深不见底的国家安全护城河。当这片土地深处那沉睡了亿万年的心跳，能够被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地面上数据中心强劲的脉搏时，新加坡就真的在几乎让人窒息的资源困局中，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极限突围。就像那句极其经典的话说的，最高级别的安全，就是永远不再受制于人。只有把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在惊涛骇浪的国际局势中屹立不倒。那么，你觉得深层地热技术一旦真正成熟，
新加坡会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彻底实现能源自由的奇迹城市吗？如果你是身价百亿的数据中心大老板，你会为了这24小时绝对不间断的稳定绿电，把你的亚太总部永远扎根在新加坡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会在那里等你们。最后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顺手打开小铃铛，跟 Jen 一起看透东南亚最硬核的未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